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军。草帽海贼团一行人从东海相遇的元老中，路飞是力量，索隆是承担，山治是责任，乌索普是成长，娜美是让所有人拴在一起凝聚的支柱。在这部角色众多的动画里，喜欢的角色虽然很多，但围绕在路飞身边的这群人，每个人都不可或缺。尤其是娜美，纵使她暴力严格，但是她每次她胖揍胡闹不讲理的路飞，我在屏幕后都是一脸老父亲的微笑。娜美对路飞就像一个操碎了心的老母亲，一路走来，娜美为了保住这一船人的命，可谓操碎了心。天气海流一把抓，财政外交两头走，船上山治和索隆等人脾气上来打架，还要治理。常常内忧外患的时刻，都是他头脑清醒的支撑，努力维持平衡。他是不用尾田设置霸气，也可以把海贼王揍一头包的人，也是唯一给海贼王缝补过草帽的精明管家。就算他因为贪财图小便宜，显得霸道蛮不讲理，但这是多么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小毛病呢？尾田亲口说过，娜美是王道女主角，是绝对的亲闺女。抛开情感，理智分析路飞的每一个伙伴，我发现只有娜美是万万不可或缺的。掰着指头算，索隆是战斗力，山治是来喂饱路飞的，而乌索普是全员的运气小能手，乔巴除了卖萌之外，治病为要紧，而布鲁克是花活搞笑担当。要是没有了罗宾，便少了点历史使命；没有了弗兰奇，船就不能开挂。但是没了娜美，路飞连东海都出不去。出于娜美，路飞身边还只有索隆一个糙汉子。那时的他心思深沉，只是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海贼小偷。他偷船背叛的一系列行为，都在随后与阿龙的篇章中得到解释。那大概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贼王跟着角色一起哭，牵挂着他们的故事，心情跌宕起伏。娜美的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当年那个男人性格的贝尔梅尔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让他活下去的动力是两个依靠他的孩子。他们三个相依为命，在各自悲惨的命运中抓住了对方，得以有所寄托。贝尔梅尔的死去让娜美一夜之间长大，她开始充当保护姐姐、守护家园的角色。小小的肩膀承担了让她喘不过气的重任。她说：“只要活下去，一定会有快乐的事，会有很多快乐的事。我已经决定不再哭了，我下决定要一个人奋斗。”为了把镇子从阿龙手里夺回来，他知道自己打不过，就出卖航海才华，只要攒够1亿贝利就可以获得自由。于是他拼了命，通过各种途径敛财，窃听行骗，10几年如一日，在仇人身边苟且。他化仇恨为力量，披上坚强的铠甲，和海贼耍心眼儿，获取钱财。因为在他眼里，海贼的钱都是不正当途径得来的不义之财。阿龙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航海士，卑劣地把娜美辛苦攒来的钱拿走。那些钱是娜美活下去的信念，是她救赎家乡、救赎自己的唯一途径。娜美崩溃大哭，拿匕首狠戳手臂上耻辱一样的纹身时，让人看得心疼不已。阿龙利用他的梦想把他推向绝望，而路飞就是来拯救他的。那声委屈的路飞帮我，承载了多少伤痛，也是绝望的求助。路飞向他喊出：“因为你是我的伙伴啊！”让娜美知道，这世界上他不只有自己，不需要继续孤军奋战。不管日后有多少风浪，落入任何陷阱，有一群人会拼了命的保护他。草帽是路飞的航标和信念，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他把草帽扣到娜美头上，因为伙伴对路飞来说就是生命。路飞说：“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，是燃点也是泪点。”让多少人从此占了露娜 CP， 一去不回头。从此，娜美把风车和橘子纹在身上，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她带领着路飞一行人去创造奇迹，为他们辨认方向，让未来的海贼王得以达到最后的终点。她是天生的航海士，虽然贪恋钱财，却更爱伙伴。在乌索普的篇章，娜美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。她害怕伤害可雅，于是放弃借船，并为了索隆的刀挺身而出。当路飞打败克洛后筋疲力尽的倒下，娜美张开怀抱接住他，温柔地说：“辛苦了。”七水之都得知罗宾为了保护大家牺牲自己之后，娜美要在海啸来临之前找到路飞和索隆。当看到路飞被卡在房子缝隙中后，他怒不可遏，大骂笨蛋，让路飞知道真相。得知被伙伴牺牲性命保护，路飞终于爆发，和海啸一起将这一华丽段落推向高潮。在香波地群岛，为了救凯米，娜美毫不犹豫倾囊而出。凯米被拍卖时，听到价格后，所有人都默不作声。船上管钱的一直都是娜美，而她多看重自己财宝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因为乱花钱挨过打的船长，不知道多少次惹怒娜美。面对刚认识不到1天的人，他却毅然愿意倾其所有去拯救。
这种人物性格的前后冲突，就是让人动容的情节。2年后，在左乌，大家得知最终之岛拉夫坦图，纳美明白了要如何带领大家抵达的关键信息。当我们绝顶聪明的航海士被夸奖，最开心的人是路飞啊！他得意洋洋地炫耀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航海士。”路飞在蛋糕岛时对山治说：“没有你，我做不了海贼王了。”相信任何一个伙伴对他的意义都是同样的不可或缺。他不允许自己失去任何人。剧场版中，得知东海家乡被肆虐，他们可以决定一马返航去保护家园。在路飞心里，如果当他得到 One Piece 时，身边少了任何一个伙伴，他都不是海贼王。说完与伙伴之间的羁绊，就要提到这些年纳美的成长。草包一伙全员皆兵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战斗力输出。纳美虽然不在武力值的第一梯队，但他靠着他的武器天后棒，也是有如神助，频频发大招。他的天后知识得以运用在战斗中，这真是尾田想到的自我消化的精彩实力。天后棒前后进化过5次。一开始纳美就是一套打狗棒法走天下，既然善用棍棒，乌索普就为他做了一根天后棒。这个阶段的天后棒功能还不完善，威力也不足，攻击前的铺垫太多，导致常常陷入持久战。在上空岛后，天后棒进行了第2次改造，利用空岛特有的冲击背，这次可以把热气炮、冷气炮、电气炮储存蓄力，大大增加了攻击频率，并且在形状上，天后棒有了中间圆球的改变，从力量到速度都大幅提升。第3次就是在纳美2年间修炼的地方维沙利亚，熊是特意把他拍到这个天后岛国来精修啊。纳美一点也没浪费，2年后天后棒花样不但变多了，能隐身，能海市蜃楼，呼风唤雨不在话下。愚人岛上配合作战计划让大家隐身，庞克哈萨德紧要关头吹散毒气，可谓革命性强化的武器。这时候的纳美几乎可以独自对付东海小 boss 不成问题。随着剧情发展需要，第4次的进化就是在佐乌岛，在乌索普的帮助下再次改造。那么最后一次纳美的天后棒升级就是在蛋糕岛，在被大妈追杀途中，纳美无意间制服了雷云宙斯，让这朵有着大妈灵魂的水蒸气反水成为了自己的仆人。宙斯还吃天后棒中的小雷云，这一点被纳美利用后，极大的增强了纳美的实力。在逃离蛋糕岛途中，纳美就是利用宙斯攻击了大妈。一路走险象环生后，纳美坚韧的性格越来越可爱。虽然山治做出了让他难过的事情，打了路飞，侮辱伙伴，但当知道路飞决定要和大妈正面刚抢回山治后，他是最先出声说太好了的那一个。山治怕极了纳美黑着脸不原谅他，但是最终也是一句下不为例翻过这一篇。在愚人岛上，纳美原谅小巴，接受慎平诚恳的道歉，都证明了他的善良和通达。对我们来说，慎平是和路飞一起打过顶上战争的，路飞视他为恩人，自然没有敌意。看动画的我们站在上帝视角，觉得小巴保护了桑尼号也值得原谅，但是回顾娜美童年的经历，这份原谅就变得难得可贵，让人泪目。娜美是尾田笔墨最多的女性角色，她多面立体，八面玲珑。她有缺点，但更加让人物变得立体。她在努力跟上路飞的脚步，被伙伴保护作为回馈，她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方向。桑尼号在新世界凶险的海域载着一船人跨越风雨，得益于娜美的精湛的航海术。娜美就是路飞一伙人的路标，我相信他会把世界航海图画完，会带路飞成为海贼王，他会带索隆做到世界第一剑豪，也会带深治找到欧普鲁，带乌托普成为海上勇士，带乔巴成为百之医生，让罗宾找到真正的历史，带布鲁克和拉布重逢，最后把弗兰奇的船送达世界的尽头。我是先锋君，我们下期见。